而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斗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吗？我们来看看呢，史上第一遭，美国的国会议长被罢免了。麦卡锡他创下了多项的难堪纪录哦，他是第一个美国立国以来第一个被罢免的议长。其实我们来看看哦，也不过在不到一个月前，9月13号，那个时候麦卡锡还说他要对拜登总统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哦。那个时间点他还很风光，可是案情急转直下，9月底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要让联邦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吗？于是众议院突然改变原本否决临时支出法案的立场，就让他通过了88-9通过了一个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停摆的这样子的一个临时法案。结果共和党极右翼不爽。他们觉得怎么可以让这个民主党他们好过呢？于是我们看到共和党的众议员叫盖兹他就提案把麦卡锡给罢黜掉。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被罢免了有8名共和党议员跟民主党合作拉下了麦卡锡。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上演的一出这个大戏。而另外呢，麦卡锡变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人们不免想到，觉得拜登还是姜是老的辣。他在政坛上这么久了，这是他扮猪吃老虎吗？撂倒了麦卡锡吗？因为本来麦卡锡要弹劾他嘛。过去大家看到拜登有很多失常、失言、跌倒这样子的一些动作，会觉得说他被弹劾好像也刚刚好他被这个罢免也刚刚好没有想到其实最后是麦卡锡自己被撂倒。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罢免麦卡锡也引发了共和党里头的内讧，因为提案的这一个人也被共和党的同党同志说你走，你干脆去民主党那里好了那政治如此无情，不止在台湾，在美国更是临时议长现在上任了嘛？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把裴洛西赶出私人办公室。虽然裴洛西已经卸任了，可是他还有一个私人办公室。现在呢，临时议长说你走拍谁？这个办公室我们要用，请你搬离。另外我们看到日韩的关系已经成为美中的角力咯最新的一个讯息是，美国参议院的跨党派代表将在10月中，也就是接下来的1-2个礼拜内访问中国大陆、日本跟南韩。那领头的 leader 是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魁舒默我们看到包括中国、日本、南韩其实最近也有一些互动。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三方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副外长级的一个交流。他们要干嘛呢？他们希望未来数月之内举行外长会，而且推动在3国都方便的时间点赶快进行领导人会议，也就是高峰会。我们看到日本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他就说现在日本最大的挑战是赶快跟中国展开沟通为日中韩3国的对话做准备。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未来在年底之前，有可能这3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坐下来谈，展开3方的高峰会。而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长假吗？11长假有8天，很多人在国内旅游，可是也有一些人到国外去旅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在媒体上面呢有一些对峙，包括我们看到的富士电视台、日本的每日新闻，他们就先报道说好多的班机从北京飞东京的班机班客满，座无虚席。所以日本现在要迎接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咯。中国大陆的首选就是我们日本。可是这个报道让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不开心了。他说你们这个是假新闻这是模糊大量商务往来和留学人员，因为这飞机上可能有一些商务人员，还有一些留学生嘛。所以他认为日本的这个报道是制造中国人不在乎核污染水排海的论调。2个国家的情节升温了吗？他们有一些余量情节跟一些历史的爱恨情仇，包括此刻正在杭州的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棒球史上第一次中国1-0完封
打赢了日本。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日本的棒球很强，中国的棒球不强。没想到，中国1-0完封日本，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中国队写下历史啊。那当然，中国棒协就有讲了，说为什么？因为日本队并不是最强的阵容，他们没有派最强的阵容出来，而且中国棒球队各年龄组历史上45次对垒哦，这个日本棒球队的首胜，这是第45次哦，历史上45次对垒第一次的首胜。那当然恭喜中国队，那日本队自己也认输，他说是因为对方的投手群太厉害。我们看到体育当然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强盛的表现。中国大陆在射击、体操、桌球、举重、跳水都很强。那习近平现在是在推足球，因为足球某种程度不够强哦。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蔡正元委员怎么看？包括美国的这个议长怎么搞的，被罢免啦？麦卡锡太投机了，他会为自己带来这种不可测的风险。什么时候投机呢？他一方面为了要讨好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保守派，对这个拜登总统发起了弹劾的一些动作跟攻势，可是，在最后关头，他又跟拜登妥协，说我不把联邦政府关门，拨款法案我延45天，这个就激怒了这个共和党里面的保守派，他觉得你是吃里扒外。所以才会有8名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先通过说要这个罢免议长案，最后又把它通过。那麦卡锡本来以为讨好了拜登，就没有想到被这个民主党的反而利用。那在中间里面，他们大概认为民主党大概不太可能配合这8个到10个左右的共和党的这个保守派，就没想到他们就弄起来，硬要把你搞垮了。所以叫做里外不是人，想要到处当好人这种人在立场不坚定，就很容易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你至于说盖兹这是马特盖兹，他是佛罗里达州选出来的美国的联邦众议员，他是川普的积极支持者。我个人认定是他就是在执行川普的命令。你共和党人其他不听话的话，你就乖一点啊。那他已经被这个拜登找的检察官弄得晕头转向了，你还不在这个预算上面跟他对垒，所以才会发动这一场罢免案。至于裴洛西本来就是那种小政客嘛，然后小便宜他也要占一点所以国会就占领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中韩日是有在解冻的迹象所以先要外长大家见面。现在换上来这个外长对中国的态度也没有顶好。那不管如何啦，见面就可能这个韩国人希望说能够领导人也能够见面，但是降温总是比升温好嘛我们就解冻总是比这个热烈打来打去好。但是媒体之间吵来吵去那我认为对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也不会因为你日本媒体这样炒作，我就放松对你的水产的一个禁令恭喜中国队打败了日本队因为棒球就是从美国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到台湾跟中国等地的那现在能够打败的，就表示棒球已经开始有了发展的起色。那接下来就是足球啦，不要每一次，昨天还被川普求说中国做晶片可以，打足球不行，踢足球对，踢足球不行，是还被这个酸了一下。来，我觉得麦卡锡他严重的情势判断错误了，是他的策略也发生了错误，所以他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上留名的人这不容易因为他是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上一次1910年的时候，那一位没有被罢免成功，他是唯一一位被罢免成功，这了不起。所以以后的美国的政治史，所有的政治系的学生在读美国政治史的时候，一定会读到麦卡锡，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众议院的议长，所以他的后代子孙都会知道，他有一位祖父、祖先是曾经被罢免第一位这留名了，但是这个名是不名誉的名真的很丢脸，脸丢透了情势判断错误。为什么情势会判断错误？我觉得美国由于目前的众议院在野党是最大党，但是是维持脆弱的多数。脆弱的多数，你只要有10席左右，不到10席，有10席左右，就可以
摆动所有的法案。那对麦卡锡来讲，他原本估计说，我今天妥协了啊，我帮了你拜登一个忙，那你民主党的至少啊也应该要投礼送报嘛，投怀送抱，你也应该要对我表达一点善意嘛，因为他知道那一些少数的6到8位左右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对于他很不满，而且他当初也撂狠话说你放马看看，你看能不能罢免我。当时很多的评论都认为说可能罢免不成功哦，因为不容易。好，可是问题就在于，就成功了。是为什么？因为民主党几乎全部都投下支持票，团结一致，然后再加上那些共和党跑过来要反对他的，所以他只拿到210张选票，然后这个要罢免他的有216张，他就被罢免了。可是我觉得民主党的短视啊，会给拜登带来麻烦。为什么？因为啊，拜登不要忘了，他的临时支出法案就45天，是，所以联邦政府只能苟延残喘45天，1个多月而已。11月17号的时候之前还要再投票一次。可是在这个之间一定要选出众议院的议长，是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不可能让给民主党，所以一定是共和党的议长。一旦是共和党的议长，请问他还敢妥协吗？当他不敢妥协的时候，要不就是拜登妥协，要不就是联邦政府瘫痪，联邦政府发不出薪水，所以再过1个多月，这个马上就见真章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民主党的这些政客短视，不知道常理，以为说把麦卡锡扳倒了，好得意，但是你也没有能力选出你自己党的议长，不是吗？看起来还会再混乱一段时间，还会再混乱一阵子。美国有够乱。来，请照亮这个彬哥。我觉得麦卡锡好像忽略一件事，他当初能够当这个议长本身就非常勉强，是，而且他是拿了条件做交换，那个条件就是只要1个人反对他就提案，就可以提出罢免案。他忘了这件事吗？那你怎么敢去冒这个险呢？所以这个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你明明知道情势对你极端不利，那你还去冒这个险？那当然，他本来可能以为说民主党有一些温和派的，至少不会对他痛下毒手的话，他就过关了。可是那个差距是非常少的，他自己都算出来，他共和党也不用多，只要5个人倒戈，他就再见。这次8个倒戈，结果8个，那还有什么好讲？就直接完蛋。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自己本身没有考虑清楚了。那现在川普，你看他共和党的议长被干掉了，川普一句话都不讲。所以这是不是川普在背后弄的？川普真是老狐狸呀！对啊，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是啊，对啊，我觉得很明显啊。那麦卡锡，你明明知道这件事，你还去弄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傻。那裴洛西，我就觉得80几岁人怎么这么还贪恋这种权位？你都已经卸任多久，你办公室还不让出来，会不会太过分？我真的觉得很夸张。我告诉大家，其实民进党好几个委员也是这样。霸占办公室，没有过去啊，他们因为立法院也有一个惯例嘛，就是你卸任之后有一小段时间，你还是可以在那边留着。有很多人就喜欢占这种便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占这种便宜到底干嘛。那至于说这个中日韩到底会不会会面，我认为外长会，可是领导人这个阶层哦，我看恐怕很难。为什么？因为中日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核污水这个问题。核污水这个问题，如果日本不做出什么善意的回应的话，我认为习近平恐怕根本不会想要跟岸田文雄见面。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卡，是啊，也是一个梗哦。我们来看看叶伦，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叶伦呢，他说中国这个必须还是要小心，因为美国在关键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包括绿色清洁能源呐，那他的悲观说法是不是很忧愁？主导权在中国手上呢？我们必须讲包括现在呢，连彭博社他都点名，我们台湾有4个科技大厂按住华为在深圳建厂，他觉得这个晶片违规绕过美国的制裁，一定有人帮他包括我们台湾的崇越科技、亚翔工程、汉唐集成，还有细科宏成他觉得这几个科技厂
非常有嫌疑。我们再来看看陆行之怎么说，他说他预言未来华为有可能会打趴苹果跟三星，因为他找四个台湾厂来盖晶片厂，而且它可以比三星或者是苹果更能够整合手机还有科技产品的制造商这个是陆行之的一个预言，我们就看看未来会不会成真。而另外呢，晶片制裁现在的结局出来了吗？美国失败了吗？看起来恐怕是的我们看到有专家就讲说，这个晶片制裁有漏洞，所以美国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失去盟友的信任嘛。因为你要大家一起围堵中国，结果你并没有成功制裁中国，所以这是美国最大的危机。而另外，华为现在呢跑去跟沙烏地阿拉伯有合作我们看到在沙烏地阿拉伯这里有大型的看板，他们的产品的介绍。现在他们也鼓励中国大陆的人民到沙烏地阿拉伯去玩、去旅游并且借着这个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来推动中国赴沙烏地阿拉伯的旅游，要把两个国家方方面面的结合更加的紧密，包括数位科技这样子的应用。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这个国家也是野心勃勃，也是美国急于想要拉拢的对象。现在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不需要从中国进口手机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因为我们印度制造已经超越中国制造了。所以呢他们就讲说，中国每一年丢掉 1.8 亿只手机的订单我们印度人我们不需要从中国进口这些手机。那中国网友当然也有一些评论说，哎呀，你这个印度也太过自信了。可是大家恐怕不能低估印度，因为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印度媒体这个说法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10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手机已经减少了将近 99%甚至有少部分的印度制造手机已经销到中国大陆去了，因为 CP 值高嘛，它便宜嘛所以印度的实力不容小觑。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有没有可能美国就是在扶植印度要取代中国我们来看看包括过去的历史美国透过撤出日本的策略产业空洞化，让日本经济一下子停滞30年。那现在他在打击中国经济，其实也是用同一招。而印度在这一场竞争中的角色，就是美国推动的撤离中国之后的目的国。像这样的策略大家有看出来，可是会不会成功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来请教蔡委员。叶伦讲说，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是依赖吗？还是市场机制自然形成的？中国的产品如果价钱很贵，品质不好，你美国会跟他买吗？这个就是市场机制。那你如果美国可以做得出价钱更便宜的，那品质更好的，你也不会跟中国买所以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当官了以后都讲一些我细沙有的没有。好你去找看印度越南有没有同样可以供应的。中国应该接受竞争嘛，也乐意接受竞争，这本来不是没什么好讨论的。但是对于台湾有4家的科技厂商协助所谓的华为盖晶片厂那我们的经济部的态度我非常的不满。王北华，你是不是拜登的经济部长？你是雷蒙多的部下，讲那话能听吗？说意思就是说，哎呀，看起来是没有违法，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看看美国的什么制裁的，这样讲好吗？经济部长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厂商吗？现在我们的外销很差非常的差这几家厂商能够帮我们赚点外汇，他要赚点小钱，有什么不能说难听一点我们这几家厂商是什么？水电工跑去帮人家装水电的，还有什么水管工帮人家接管线的，还有什么装潢工去帮他装了无尘室的，还有什么？还有就帮他倒垃圾、处理废水的。我们是接到这种生意而已只不过因为他做的是科技厂，看起来比较高大上，但说穿了就是什么？都是这种服务厂商就是周边服务，小民赚点这种钱你也要这么计较说彭博说怎么讲？你做个经济部长应该就直接对彭博说打脸，叫他闭嘴。为什么这话都不敢？连保护自己厂商你还能跟李国鼎比你还能跟孙运璇比你到底在比什么？
什么经济部长越干越回去了，越差了。你不过中茶饮那一流的啦。我要特别讲一下哈，蔡依趴着也中弹了。对啊，中茶饮那一流的，也会唱歌跳舞不是吗？我们当小白兔很久了。对啊，然后陆行之的讲法我不太同意啦哈，就是说第一个哈，这几家厂商去帮深圳的晶片厂服务的对象叫做彭新伟。彭新伟不是华为投资的，是深圳市政府用公款投资的。然后他做的也不是矽晶半导体，跟中芯没有关系。中芯做的是矽晶半导体的代工，这个彭新伟做的是化合物半导体，不是做 CPU， 那什么7090S，也不是做 GPU， 是做旁边的通讯晶片用的。因为那是化合物半导体。我的陆行之，你是内行人，怎么会讲这种外行话？所以他是搞错啦。对啊，好像对中芯没有信心，它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简单讲，我们台湾有个化合物半导体世界第一大厂，叫什么？叫做稳懋啊。但是呢，我们比较少人知道，我们知道台积电，实际上两家性质不同，材料不同嘛，所以它叫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道理是这样来的。但是不是麒麟，也不是什么马良 GPU， 是做通讯那一块的另外一种晶片啊，所以不要弄错了。那至于如果印度能够赶超中国的这个手机制造，那表示中国要加油啊！表示你价钱要么你太贵啊，要么就是你的品质不如印度的。中国要走的是个全球开放的一个体系，我们欢迎各国的产品来，也欢迎各国的资金来。那只是印度，你不要挡着中国产品去嘛，那就太小儿科了嘛。那有什么好比的哈？是。那至于这个美国是想要用扶持印度取代中国，那你美国的加油啊！你会不会这么酸言酸语啊？用制裁的就是小人了嘛，不对？你要么光明正大竞争。举个例子，要上拳击场的时候，大家上场去打得鼻青脸肿没有关系，你不要做小动作，把人家脚绑起来，把人家手绑起来，不可以。公平竞争嘛，是不是？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上赖老师。我觉得美国卯足全力打压华为，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打压华为。那3年以后，华为这个浴火重生啊，狠狠的打了美国一巴掌，这巴掌打得很响。我觉得美国人恼羞成怒到这个地步，连彭博社都自我堕落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悲。一个彭博社看到自己的国家的政府，然后尤其你是一个商业性的报纸，你应该站在市场机制上。你看到一个国家用政治力去打压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那么的争气，然后还再度的在奋战，你应该要敬佩，说这个华为这家公司真是了不起。结果你不是，你去爆料说我们台湾的这4家公司，而且这4家公司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厂，对，都不是。我误以为他们是高科技厂。对，有做无尘的啦，有做污水处理，因为你也知道晶圆很毒嘛，所以对装机电基建，所以它并不是核心的业务，不是说我们你刚刚讲的 CPU 啦，不是那些核心的那些业务。然后，但是问题就是彭博社把它做这么大的报道，然后说，哎呀，是他们帮助这个华为，所以才站起来，这个就简直已经是胡说八道了。那胡说八道，而且呢要张冠李戴，而且呢要抹黑，要陷害我们台湾的4家公司，我们的政府要保护我们的公司，结果我看到我们政府的官员不是保护我们的公司，而是说，我们有法律规定啊，你们要给我按照我的法律规定啊，美国有常备管辖啊，你们要听从美国的常备管辖。我看到我们的官员这样讲，坦白说，我觉得痛心疾首。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科技厂的所有的这些负责人、企业家，看到我们的政府的这个立场，他内心里面凉了一半。他觉得我们的政府不保护我们，而且还要我们去遵守一个常备管辖，一个流氓。这个流氓就是说，我们这个街道啊，不准跟韩冰这家店做生意，谁跟韩冰做生意，我就砍断他的手脚。然后结果，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企业说：“听这个黑道的意见啊，这个黑道说砍掉你的手脚，你的手脚就准备被砍掉啊！如果你跟韩冰做生意的话，我觉得有这种政府啊，坦白说，我觉得真的简直是可恶。另外，恭喜印度了，印度棒棒棒，我们就只好赞美印度，继续棒下去啊！那这个印度开心就好。但是手机没那么简单。”
手机你要超越中国大陆，不是那么的简单啊。那日本现在的手机已经几乎结束了嘛？日本这个科技也是大国是，所以你印度你要超过日本谈不上吧？但是你把你自己的手机吹成这个样子，我们也鼓鼓掌。不过我觉得美国要掏空中国的制造业，说要按照日本的这个经验的话，我觉得你就放马看看。日本国内市场1亿人口，中国大陆14亿人口，是想得太美了吧？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印度？我是非常就是支持美国人大量投资印度。对啊，最好去那边设厂，然后把所有的产业全部都转移到印度去。我是非常乐见美国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搞的国家之一，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印度，你看他是怎么对付中国大陆企业？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很多啊，结果后来当他觉得这个不行，这个有利可图，然后他觉得这个产业，如果让中国大陆继续发展下去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直接没收。对，他就直接用没收的把它没收掉。就是硬干啊，不讲法律的，不讲法规。印度人的法律，人家讲法律，但是他法规非常奇特。你知道印度是全世界宪法最长的国家，你知道吗？他光宪法就395条，然后那是刚成立的时候，现在已经448条。你知道这个国家很多奇奇怪怪的法律，然后就是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奇怪的法律？因为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内部有分了很多不同的地区，它要针对每一个不同地区立各种不同的法。是。那你想想看，那你在那边设工厂，你会不会被他搞死？会很辛苦，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美国如果真心想要扶持印度去对抗中国大陆，我是非常乐见。美国最好把大量的资源全部转移到印度去。我也很想看看美国能不能改造印度这个国家，因为历代3000多年来，历代王朝用尽各种方式，就是改变不了印度人。是，然后我希望美国人是能够成功的。如果我们也有一个诚心专线打上去哦，如果有印度朋友在收看，对，印度朋友看，欢迎你。印度朋友如果认为我讲不对，可以打电话进来，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大家观点不同嘛。是，所以我是非常鼓励美国这样做，因为印度的问题，说真的，连印度人自己都搞不定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郭喜啊，他这2天不断的上节目，不断的上媒体大爆料，指控的人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马文君，说你有这个泄密，说你是卖国贼，这么重的指控，到底是内情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赖清德有讲到这个所谓的浅见国造这件事情，他到南部，他到高雄去跟学生座谈，有学生举手发问，问他说：“哎呦，如果你当选，会不会继续推动浅见国造呢？”最近新闻炒得沸沸扬扬，赖清德突然大吐苦水，他说啊，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执政。他向美军向美国来做军事采购，却被当时的国会过半的泛蓝阵营给封杀。如果当时这件事情过了，采购案过了今天也不需要这么辛苦了。他大吐苦水，说当时朝小野大抱怨，如今朝大野小，那你民进党还可以控制马文君党浅见的预算吗？这个逻辑上有一点点说不通啦，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不知道真相如何，可是必须讲，已经铺天盖地的，包括你看到检调，包括你看到国安系统都意有所指哦。马文君被指泄密那蔡明彦，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说，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了现阶段以国家情报机关来讲，不适合做太多评论尊重司法的这个侦办过程跟结果，而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被问到这一题，他说现在检调已经开始调查了，府方不方便再做说明这样的讲法其实听在一般老百姓的耳里是什么？哎呦，干那无哎呦，有点恐怖那马文君委员这一造是说，我已经去提告了，我也不再
对外回应了，这样子的攻防是对的吗？我们先来看看马文君哦，他怒哦，他很生气。马文君怒点名3人回呛说：“你赶快尽速侦办，什么事情？”他说：“其实过去哦，他在监督国会，他在国会监督这个国防部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有一些包括各种的这个录音档，他有丢出去了，可是并没有继续的侦办。现在他被指控卖国到极点哦，泄密党潜舰，他很生气，他说有没有泄密，交由司法来调查。他回应蔡清祥说，这个潜舰高检署已经分案调查了，已经朝外患罪来侦办了，那就请勿枉勿纵，尽速侦办。他也点名黄树光说，不管你影射的立委是不是我，又或者军火商，你不去告发，就是渎职，就是包庇罪。那他回应郭喜，他说指控我卖国到了极点，但却不去举证告发。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心知肚明会被反控诬告他点名这3个人。那潜舰国造泄密风暴，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吗？我们现在只是在看戏吗？包括郭喜我刚刚讲了，他昨天一天就上了11个节目，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把一些所谓的机密给泄露。他还说这几个人是卖台集团，他点名谁呢？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王志鹏，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黄镇辉，以及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还有马文君是卖台集团，可以这样随便点名的吗？李喜明他有回应，他接受媒体访问，他说真相不久就会大白，我不会出面说明，因为真相不久就会大白。李喜明有暗示吗？他有暗示在搞鬼的是谁吗？我们再来看看徐巧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他昨天丢了一段录音档，今天又丢了第2段录音档。他认为他点名这个包括郭喜的录音档 GL 是诈骗集团这件事，点名黄曙光回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多，包括军火商，包括掮客，包括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是谁？是谁把它泄露出去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厂商内斗、军火商神秘运作曝光，有16个爆料录音档，意外揭开布局介入采购过程我们看到徐巧芯说，他只公布一小部分而已，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更大的鱼。另外，马文君跟郭喜互咬。检方锁定这个所谓这个提到黄曙光的神秘录音档。那这一份录音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据了解，最高检察署对潜舰国造案的侦办分工之后，高检署除了传唤黄曙光等这个包括相关的一些人。官员还有厂商的人证之外，其实目前最感兴趣也最关键的证物就是马文君。我刚刚讲了，他在去年1月，其实他有拿到16段录音档，而且有交给谁？交给国防部，交给国安单位，还有交给检调。他有交出去甚至他有开记者会所以部分记者手上也有录音档。可是现在回到检方身上了，检方说他手上没有，很奇怪2022年马文君丢出去的这些档案，现在有检方说没有，是消失了吗？是消失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所谓的郭喜这一位先生，他当然有一些争议那他也不断的上节目讲话。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关系图。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他任命海军司令黄树光，黄树光的哥哥叫黄承光。某种程度，他是介绍郭喜给黄树光认识的。那外界也有这样的说法，是郭喜可以直通海军司令办公室，是这样子吗？直通海军司令，而黄树光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黄珊珊，就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另外，蔡英文总统过去非常倚重的李喜明将军也被指控说你卖国，他是黄曙光前一任的海军司令。而另外，蔡总统的远房亲表弟陶谦光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一连串的人必须讲他们都曾经或者是现在是蔡总统非常相信的人，可是中间有好几个人被点名是卖国贼哟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消息是，郭喜在今天中午参加了一场网络的
访问哦，这个是网络的节目，他出言，他讲话很辛辣，他说啊。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这个大番薯，我不知道小英为什么会选他，他没有敌情意识，这是国民党派来的国防部长吗？哦，他批评邱国正是大番薯。来，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互咬、互相指控？他叫邱国正大番薯，我觉得他自己才是个大笨蛋。他自己昨天还在讲说，黄树光已经托人跟他讲说，潜舰国造还要继续，你不要再讲了。结果他继续爆料，继续在那边鬼扯。所以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搞得越搞越大吗？他搞不清楚状况吗？所以我真的觉得郭喜哦，他恐怕很快要出问题。我觉得李喜明讲那个不是空穴来风。我觉得李喜明大概也知道郭喜持续这样爆下去，郭喜自己大概会先出事。所以李喜明才会讲这个东西，因为郭喜这一个乱咬已经咬到我觉得他现在他以为他在咬马文君，其实他在咬的是蔡英文了。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你把李喜明都咬出来了，你觉得他把他们4个人叫卖台集团，李喜明、马文君、王志鹏跟黄镇辉，黄镇辉常来上这个节目啊。那请问一下，你觉得李喜明会去跟马文君勾结吗？可是李喜明现在是不是跟蔡总统渐行渐远了？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渐行渐远，请问一下，他指称他是卖台集团是从7、8年前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是蔡英文总统最倚重他的时候。那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火已经烧错方向了嘛？所以当火烧错方向了，黄树光就不讲话，邱国正也出来打圆场了，就这个郭喜还在那边持续在那边继续讲。那你现在接下来是怎样？我觉得郭喜你自己要去讲清楚，你是经历过尹清风案的，你是经历过猎雷舰案的，到时候会不会又有人要消失，我就不知道。因为台湾每一次一牵扯到海军的事情，听起来都蛮恐怖的，因为这都牵涉到几千亿庞大的利益。不要说几千亿，现在在江湖上几十万一条命就不见了，那这牵涉到几千亿的，你觉得这个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你看哦。当初黄树光意有所指这样一讲之后，民进党一整队全部跳出来，每一个都帮忙打马文君，然后一口咬定就是他，讲的他好像死而不赦，他卖国啊。然后第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些人很奇怪，当年你们都亲眼所目睹、亲耳所闻，结果你们所有全部人都跟鹌鹑一样，一句话都不敢吭。突然之间，一个郭喜爆料之后，你们全部跟得上。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年到底在干嘛？你们一个一个都包庇吗？还是你们是共犯？然后你看，同一时间，国民党这边虽然我知道江启臣一些人有去在国会帮他质询，可是绝大多数人是看马文君自己一个人怎么应付，这个就不太对了。然后马文君也很奇怪，就是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质疑在你对国家的忠诚度了，这个事情怎么可以丢给检调就算了呢？他说他去告了，所以交给检调来调查，不可以。为什么？你忘了你去年就把证据丢给检调，到现在什么也没查，而且检方说没有。对啊，他们连证据都吃掉，你现在还要相信他们会秉公处理哦？你逻辑秀逗了吧？所以很显然的，检调已经完全不可信了嘛。如果你希望这个案子还能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马文君委员你自己身为当事人，你应该要穷追猛打，还有国民党你们这些其他的委员，还有其他的整个党中央。你们也要帮着马文君去做这件事啊！不管是站在选举立场也好，或是站在维护社会公义也好，甚至是调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匪谍叛徒也好，国民党都应该做这件事，不是吗？没错，不是只是议会质询一下就算了。所以我觉得真正问题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因为民进党现在看起来是说了想要圆，不然的话，邱国正怎么会突然之间讲这些话？邱国正还称赞马文君很认真呢。是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很简单，他要息事宁人嘛，是希望大家都算。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邱国正的态度让马文君觉得说，好吧，既然你要算了，大家都算，不能这样，这种事情不可以算，这是匪谍，这是叛国，这种东西可以随便这样算了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要么有3种可能嘛，要么抓出来国民党有一堆匪谍，把他全部抓去关；要么抓一下民进党有内部一堆匪谍。要抓去关，那更可怕的就是蓝绿都一堆匪谍，那抱歉也全部去关，全部抓去关，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关呢，对，不然的话台湾的安全到底谁来维护呢？然后赖清德你不要在那边混淆视听，
当初你以为通过案子，美国就会卖你台电潜舰？不可能，因为美军根本不想建台电潜舰。所以你看赖清德这个人到现在都要选总统了，还在说谎，还在造谣，还在认知作战，这种人真的是不要脸到极点。他说2000年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国民党党的话，我们那个时候早就这个案子就通过了，今天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来，郑云委员，赖清德，我帮你回忆一下哈，因为那时候他也是立法委员。是2000年的时候，的确是有编潜舰的预算，但那时候要跟美国买，美国说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些库存老旧的潜舰，可以2艘可以卖给你，但是价钱呢是市场上的2、3倍。那国民党有，我刚才讲啊，我印象中会有啊，林立芳委员说，哪这么贵的行情啊？那如果这么贵的话，我们干脆自己造也都可以啊。是，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是主张潜舰国造，是不主张去买一个老旧的潜水艇又那么贵，这合不合理？合理啊。那我这样冻结你这个去买那个旧的预算有什么不对？对。如果说冻结国防预算就有问题的话，那好，王定宇有问题，赵什么？赵天麟，赵天麟有问题，通通有问题。你民进党的国防委员哪一个没有冻结过国防预算了？我敢讲我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在国防委员会了。对不对？那至于所谓的什么秘密会议没有签秘密协定，我参加好几次，我从来没签过，你鬼扯啊！就是在门口摆了一个那个什么签名簿啊，你进去签名而已啊，哪有什么签什么秘密协定，哪一个进去不要签名？那你说，哎呦，马文君出来打电话，要跟着胡扯，录音带调出来，你赵天麟有没有上厕所？你王定宇有没有上厕所？不少来跟我那里套了啦。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档案不会消失的，你就调文件出来，还有录音，还有录影都有。所以我觉得想选总统的赖清德搞不清楚状况嘛，你不是没当过立委当那么久了哈，这是胡扯八道。再来我觉得国安局的局长蔡明燕也不用撇清了啦。为什么？调查局是归你管的啊，谁不晓得台湾都知道调查局归国安局这个督导管理的。我们再讲一次，马文君他说他交给检方，是检方把他交给调查局，还是马文君自己交给调查局？录音带在调查局手上，为什么不办？谁叫他不办呢？是你国安局叫他不办，还调查局叫他不办，还是总统叫他不办？先弄清楚嘛。这个跟行政院长没有关系嘛，行政院长管不到这个东西嘛。再来，黄树光也当过大官呢，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啦，邱国正被称大番薯实在是有点侮辱他了。不过我要必跟这个邱国正喊话一下你不要什么都能推给司法，这跟司法没有关系。这跟泄密有关系，泄露的是军事情报的秘密。对，你这个跟卖台有关系，卖国有关系，而且指控的是李喜明。李喜明是何等人员啊？参谋总长任何一个国家说参谋总长，比如说我们说刚刚卸任的美军的参谋总长米利，对，卖美国，他已经跳起来啊，开什么玩笑？而且邱国正不能当闲杂人等。因为国防部底下有一个叫军事安全总队，军事安全总队，你问问他哪个军官不害怕？是哪个军官不害怕？是可以随便抓军官的，而且经过美国的帮忙的时候，他们还成立一个叫做机动第6组，几乎就学那个英国的MIB 第6组是机动第6组，专门在清查军火商的，所有的军购相关的。你今天这一条所谓潜舰国造，找那个郭喜，又找了韩国人找了英国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潜舰国造的机密，至少有6个国家人都知道我们的机密，这是什么叫做国家机密？你马上差不多嘞。是真的是看起来听起来，你个差不多嘞。怎么有办法这种找了6个国家的人，闲杂人等一大堆？这个算什么机密？是好笑嘛？有多少人知道？但不管如何，一定要把黄曙光、郭喜、马文君、李喜明、黄增辉、王志鹏，通通列入军事安全总队里面的情报泄密严重调查。这个不需要司法人员，也不需要检察官，不可以推进入司法程序跟我无关。对不起，这是国防部长该做的事。全部调查。对，我先从赖清德讲起赖清德，你谈到的就是陈水扁时代嘛？是。陈水扁的前一任是谁？李登辉嘛。李登辉买了150架的 F-16战机，也买了60架的幻象，还有一堆的 IDF， 也买了6艘的这个拉法叶舰，还有买潜舰呢。所以我觉得你赖清德，你现在在这个时候，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在胡说八道。
李登辉任期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好了，算长好了，10年的一段时间内，花掉台湾几千个亿，买了一堆武器，空军的买光了，海军的买光了，然后呢，陆军的买的也差不多，你还要买什么？潜舰也都买了，你今天还可以说，哎，陈水扁的案子被挡，我就觉得台湾那个时候还有钱啊。我们今天的 F-16战机用到现在已经老旧不堪，幻象用到最后老旧不堪，拉法叶舰还有10年的寿命，也就差不多快要退役了。如果那个时候做的话，我们这个潜舰再过10年要退役了。我个人是觉得啊，有点军事知识，有点军事常识。20-30年前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歼20，他们也没有055，也没有052D，都没有，现在都有了，航空母舰也有了，什么都有了。而我们台湾买，自己不造，拼命买，然后呢，弄到最后，今天台湾的飞行员找不到人，然后的飞机太多，然后呢，我们的原来的航空的这些工程师被迫失业，跑到韩国去帮韩国造飞机。现在韩国在海外卖的飞机，当初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帮他们造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搞绿营的这些人，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你们把台湾害到什么程度？你们还要怎么害？你赖清德今天还要再怎么害台湾？你蔡英文，你们要怎么害台湾？为什么一扯到海军就扯到弊案？一扯到海军，各位马上联想起拉法叶舰时代的尹清枫的命案。现在又潜舰出来了，弊案又开始了，然后还出卖国家案、出卖利益案，里面的黑洞、黑幕这么的多。现在好了，检察官说：“哎，我们要立案调查。”请问是立哪个案？你今天是要调查谁？没有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讲话了。我觉得这什么情况啊？蔡明燕不讲话了。对马文君你也不讲话了。你请问一下，你告诉我，司法程序是哪一件的司法程序？相关的涉案人才要尽义务，是不讲话，但是非相关的涉案人都可以讲话都可以继续举证啊。甚至相关的涉案人如果有新的证据，如果有证据已经提送，而当时的检调单位不处理，你现在应该再度的提送，再重新送，而且直接点名说当初你交给检调机构的哪一位。收发，你把文书拿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追究啊，要追究到底啊。为什么每一次扯到海军就是弊案，就是命案？这怎么回事？难怪蔡英文拼命要造潜舰，那就是因为你是不是有太多的弊案？弊案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太多人把钱放在口袋里面去。我觉得蔡英文，你在这个时候不能当缩头乌龟，你要站出来讲清楚。为什么一扯到海军就是弊案？李登辉时代扯到海军弊案，现在又是绿营的，又是你蔡英文。绿营的李登辉海军弊案，绿营的蔡英文海军又是弊案，给我们站出来讲清楚。是，现在某种程度我们看到军方是放任郭喜让郭喜一直在外头乱讲话其实我们比较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样貌，希望检调可以给我们一个真相，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个轮廓吧，这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希望。